这些文人真是矫情，谁跟谁做，谁不跟谁做，谁跟谁还得背着做，哎呀，头都想破了。你这一大早忙忙叨叨干什么呢？哎呀，这个是书店圣诞夜的开幕 party。哎，哥，你要不要约那个薛珊珊一起出席啊？你怎么突然会想到约薛珊珊？你什么时候去管理书店了？因为呀，丽叔在欧洲圣诞节买不到机票，所以呢赶不回来，我就替他代为打理书店。那珊珊嘛，我是觉得她人好可爱，想多了解一下她。你到底约不约嘛？我要出国谈并购。并购？哪个呀？韩国 KM。圣诞夜出国谈并购。啊，那我们延庆也要去啊，那没人陪我过圣诞节了，我会好孤单的，不行。哎呦，没事，咱们今年的跨年好好过，行吗？燕青，你先不用去，我和郑琪一起去看看对方的实力，毕竟眼见为实，耳听为虚嘛。行，放心吧，我要让自己冷静一下，好好的想想。冷静啊？你是指 KM 还是薛珊珊？我亲爱的妹妹，太聪明了不好。哎，烦死了！齐帅什么样的 party 没见过呀？要怎么才能让他答应出席呢？干嘛呢？阿佳，走，你干嘛不进去啊？珊珊，我非常理解你，我知道你现在一定很难过。可是你要换一个角度想想，老板这么做，那也是因为吃你的醋呀，这样才会下禁爱令嘛，对不对？哎，老板这么做，当然是有点过分了，有点公私不分。可是吃醋的男人实在是超帅的啦，珊珊，我都羡慕死你了。所以你就别生老板的气了。正所谓床头吵架，床尾和嘛，对不对？而且呀，这算什么禁爱令呀？这简直就是赤裸裸的示爱嘛，简直就是浪漫死了！阿佳，你在说什么呀？怎么了，巧巧？珊珊，你是不是跟老板闹翻了？就是，怎么说？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是啊，所以以后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了。你们尽量的压榨我吧。珊珊，对不起啊。其实呢，你也是知道的，这个禁爱令事关重大。再说了，我们进这个集团，不都是为了想找一个青年才俊嫁了，所以才……是呀，所以你看，现在颁布这禁爱令，摆明了就是让全体男职员名正言顺的恢复单身嘛。那最受苦的还不是咱们女性同志，不是？哎呀，珊珊，我说你就去跟老板说说，让他收回成命，行不行啊？哎，拜托各位姐姐啊，我们是来工作的，又不是来谈恋爱的。并且我是一个小小财务助理，我怎么跟大老板说呀？难不成我要跟大老板讲，老板，请允许我们在办公室谈恋爱吧，请允许我们把办公室改成《非诚勿扰》演播厅吧。哎，我们当然不是这个意思了，珊珊。其实呢，你要是不帮我们这个忙，我们也能理解的啊。理解。你想啊，两个人看对眼了，他们总要发展地下恋情吧？这恋情一旦地下了，对谁都没有保障，是不是？对，就是这意思。你看，大家不能宣示主权，天天搞得人心惶惶的，你说谁能认真上班？你说是不是啊？说的也对啊，工作环境来来去去就这么多人，不跟同事谈恋爱，跟谁谈恋爱啊？就是啊，哎呀，不要搞到最后我们都成剩女了。
万一齐帅也用禁爱令这招拒绝我，好吧，再怎么说这次祸也是自己惹的，我去跟老板坦白从宽。那我去试试看吧。今天老板不在啊？不在？对啊，那下午呢？老板出国了，跟齐帅一起走的。啊？齐帅也去了？对啊。那什么时候回来呀？老板打来的。喂，老板。阿妹，帮我补上过去3个月对韩国 KM 的营业报表。好。过去3个月的，马上。老板，薛珊珊找你。找我？他什么事啊？没事，薛珊珊说她想你了。老板，我已经发过去了，你看到了吗？好，谢谢。谁啊？谁找你啊？没事。看来我的决定是非常正确的。什么决定啊？出国。我觉得你挺想他的呀。你不是特地上来找他的吗？哎呀，臭阿妹，好丢人呐！等大老板回来较真了，我还得继续当挑菜工吗？更惨的是，圣诞 party 还要不到正旗。哎，你们快来看，这是齐帅跟那个韩国明星现在好红的那个女的。哇，今天遇到大方美丽真女人。真女人，我们就不是真女人了。就是呀，真是有种躺着也中枪的感觉哦。哎，这有什么好看的呀？这假鼻子假眼睛的，一看就整出来的。算了吧，像我们这种啊，既没有钱又没有勇气整容的女人，只能这样自我安慰了。不过话说回来，这齐帅真的是吃肉的啊。吃肉怎么说啊？你想呀，这我们大老板一定站得远远的吧？你看看这个齐帅啊，派对上刚认识的，这就懒腰贴脸了，这还不是吃肉的？哎，就是。不过呢，这话说回来，高富帅就是肤浅，就喜欢这种韩国明星。像我们这种呢，原汁原味、纯天然、无添加、非转基因女人，怎么就吸引不了高富帅呢？不要再自恋了啊！齐帅，继续。好啦，齐帅啊，我进公司有3年了吧？这期间啊，听到齐帅的女朋友起码有7、8个。哇，这么好！什么音乐家呀、舞蹈家呀、模特儿，那个个是乱花飞舞、八仙过海，搁一块儿那就是一个中华小姐大舞台。有没有我们公司的？怎么可能？齐帅的习惯就是不吃窝边草，更何况我们公司这些人，怎么可能跟他前女友那些比啊？像我们这些庸脂俗粉啊，就只有做报表的命了。哎，是了，齐帅呢，他就是个帅，对不对？我们呢，就是一些虾兵虾将。怎么能高攀得上齐帅呢？哎，不过只要3天，给我3天就够了，能够做齐帅女朋友，就算被他抛弃了，也死而无憾。哎，珊珊，怎么了？哎呀，人家珊珊眼界高，没有兴趣听啊。不这么说啦。小兵小卒只是用来守卫帅的，不是用来跟帅谈恋爱的。一开始都知道了，不是吗？我现在在难过什么呀？现在只有柳柳才能了解我心里的痛。大姐，我跟你说了，那只是朋友。
朋友需要每天接送，怪不得你最近总早出晚归。我加班。哼，那照你的意思，只要是加班的，你就要挨个送个遍。还有说姑奶奶，你能不能讲点道理啊？我薛柳柳就不是个不讲道理的人，我现在就来给你讲道理。你这什么道理啊？你刘成浩，我告诉你，你是个男人，你得对你自己的事情负责任。我现在身为你的女朋友，而且我们俩还在一家公司，你做这样的事儿，你让别人怎么看你？怎么看我啊？薛柳柳，我到底干什么了？你看看这对情侣，从搬进来就开始吵吵闹闹。这女孩看着挺文气的，怎么会这样？以柳柳的个性，肯定不愿意我看到她跟尤成浩吵架的样子，说不定还会好胜的干脆分手。这样场面更难处理。我还是找时间再来问她吧。你以为你是副总经理就了不起了？你就可以当什么人都不存在了吗？你视我为无事是吗？薛柳柳，我再跟你说一遍，我跟她只是朋友而已。像柳柳这么优秀的女孩，也守不住尤成浩。总自卑的男人身边，女人还怕少吗？光是那个谁，人家根本跟我不是一个档次的。就算是注了水，那人家也是一块注了水的牛肉。我呢，顶多也只能算是菜市场里哪家没有牌子的猪肉，连注水的必要都没有啊！我怎么会幻想自己能跟郑琦交往？郑琦人是好，可他对每个人都好。从来都不是特别的对我好，难道我真的是情商太低，现在才意识到这一点吗？谢谢你啊，这一来我就可以参加那个 party 了。去了。珊珊，我今天晚上有个大学同学聚会。好吧。耶，珊珊你真好。珊珊，大老板不在，可以跟朋友聚餐了，要不跟我去联谊？好了，没有。太感谢你了。嘿嘿嘿，真好看，真好看！你把这往上，对，这样。哎，来，我把电插上，看看怎么样？咱们的作品就完成了。耶！哎，你把这个、那个，你给放上。对，这么缠，从上往下。你别拿金的，你拿别的颜色，笨呢你。这个？对啊，可以。哎，我有一个好办法，你别动，你把手这样，对，这样，别动啊，千万不要动哦。哎，哎呦，你别动，我还有一个好东西，你别动啊。那个，珊珊啊，你说咱们公司现在颁了那个禁言令，你看我们是不是就……我知道啊。哎，这样也好，以后你就不用再做我假男朋友了。来，我帮你吧。开张了。
好，欢迎光临。哎，你好，你好。哎，珊珊，不好意思，等一下啊，让我看。哎，方小姐来啦！恭喜你啊，新书店开张了。哎呦，本来是要邀请你的，但是我哥不是出国了吗？就怕你一个人过来了，没人认识也不好玩。哎，都是一些咬文嚼字的作家，点都没意思。是啊，来跟我聊聊吧。哦，珊珊，啊，圣诞夜没跟朋友出去玩啊？月底结账忙，留下来加班了。怎么那么没人性呢？平时加班也就算了，圣诞节还不放过你们。实话告诉你啊，丰腾那个老板，他会把人给榨干的。珊珊，知道你辛苦，在公司也受了不少委屈，但是你不要一生气就不理我哥嘛，跑去跟别的同事好了。你说你跟那杜凡怎么回事嘛？果然是集团千金，就算不在公司，也什么都逃不过他的眼睛和耳朵。那个，风小姐，你不在公司，我应该可以跟你说实话的啊。其实杜凡是我室友的男朋友，那天他那样只是替我解围而已，我没有关系的。我说嘛，这样就太好了。其实我哥这个人吧，是外表冷漠，内心狂热，其实内心很柔软的啊。如果你受了什么委屈呢，你就打电话给我啊。我不是他的员工，我不会买他账的。谢谢你啊，风小姐。我在公司其实还挺开心的，你可千万不要跟老板说我有任何抱怨哈。风小姐，那个张作家找你。那你先去忙吧。我也该回去了。那个室友办 party， 我也得去帮帮忙。好，那你先走吧，路上小心点。我走了，拜拜。拜拜。柳柳，你怎么坐这儿了呀？其实我不在意程浩他偷腥，我们俩本来性格就不太合适，当初在一起的时候也很勉强，只是总经理程浩他爸一直对我都特别好，在工作上也很支持我的，再加上我妈那个脾气你也知道，所以说我宁愿待在这儿跟他耗着，也不愿回家面对我妈。其实我最近仔细想了想，你说我这才多大呀？刚从我妈那个坑里跳出来，就跳进了另外一个坑里。我的人生可不该如此啊！所以，我决定等过年回家以后，我要跟尤承浩讲清楚。珊珊啊，你会不会特别瞧不起我啊？觉得我之前对我的人生那么的不负责任？怎么会呢？不会瞧不起你的。
我这几天也想了很多。我觉得，一个女孩子在外面打拼，都憧憬着能拥有一份比较稳定的工作，还有一份虽然平平淡淡却又很幸福的爱情，还有一份比较珍贵的友情。但是其中最不靠谱的就是爱情啊，因为幻想成分最多。所以我反倒很羡慕你，最起码你能知道你自己心里最想要的是什么，不像我，傻乎乎的，只会发花痴、迷恋什么的，根本就不知道自己想干嘛。可是，迷恋有迷恋时的美，总不会像恋爱时这么辛苦吧？但是我决定，从今以后，我不再迷恋了。我已经成为正式员工了。我当初来上海不就是为了工作吗？所以我决定，从今以后，除了工作，我什么都不想了。太好了，我终于把我们心里想说的都说出来了，好轻松啊！哎，我们干杯！为了我们的梦想，干杯！干杯！好，就这么办吧。嗨。齐帅，这是我给你倒的咖啡。啊，谢谢。坐。哦。最近过得怎么样？挺好的。风灯还没回来呢。啊？为什么要提大老板啊？齐帅，我这几天人生有了很大的突破。我做了一个很大的决定，就是从今以后我再也不迷恋你了。之前给你造成了困扰，我深感抱歉。薛珊珊啊，说实在的，我挺喜欢你这个人的，但是喜欢啊，不是爱，你懂的。懂，当然懂了，尤其是这几天，我特别的懂。谢谢你这么诚实的告诉我，不管以后怎么样，你依然是我心中赏心悦目的偶像。不谈感情啊，只是纯欣赏而已。其实啊，当你放弃了一棵不属于你的树，你会发现有一整片森林都在等着你呢。谢谢你的祝福，但是我决定了，这段时间我会多迷恋自己一点。那我去上班了啊！拜拜拜拜拜拜。徐珊珊，加油，一定办得到的！加油，加油！我回来啦！下班了，下班了，下班喽！哎，我先走了啊！大家新年快乐！等一下，拜拜，拜拜，走了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哎，等等等。
这几天不用到大老板办公室吃饭，也不用再听到什么流言蜚语。禁爱令真好用啊！感觉自己终于可以像一般上班族，过着当初来上海想要的生活了。灰姑娘的梦醒啦，没有王子，没有南瓜车，也没有水晶鞋，可是脚踏实地的感觉真是好啊。今晚是跨年，不过奢侈一点，搭出租车回就好了。不过现在，上海的夜景好美丽啊！没想到在上海过的第一个跨年，居然这么安静。大老板啊！老板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，我以为今天晚上没有人来的，我不是故意闯到你的地方的，对。倒数了。风车在懒洋洋转着，很不寻常。天和心情都是。其实之前每一年跨年，我都是一个人在这里看烟火。希望你听着。好不现实的感觉啊！这是在做梦吗？不对，难道童话故事真的存在？这才是灰姑娘真正的版本。大老板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要分走你一半烟火的，我也不是故意要闯到你的地方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我现在马上就去。写下这诗句，我是一片云，不敢投影你我心。其实这里早就不属于我一个人了。像枫叶的海上，各有各的方向，也许是偶然，就会互放的。
这是场什么样的梦啊！我居然和大老板跨年！我是一片云，永远投影你过去。不对，老板刚刚一定是想吓死我，而不是想抱我。啊，许先生，你快醒醒，快醒醒！大老板就像刚刚的烟火，很美，但是很遥远。喜欢烟，你可以拥有烟；喜欢火，你也可以拥有火。但是喜欢烟火，你就只能拥有迷恋后的失落，热闹后的寂寞。啊，许先生。我送你回去，大门口见。越是大敌当前的时候，越要镇定。这些情侣能不能低调点儿啊？不是有一句话吗？晒幸福死得快。哼。老板，我到了。那我先上去了。慢点。拿着。谢谢老板。外面天冷，快点上去吧，别把礼物冻坏了。元旦快乐。你是猪吗？时间不早了，早点休息。那我就当你答应了。什么呀？啊，午餐！啊你啊！上班了！啊！珊珊，你怎么了？珊珊，你咋啦？大 boss 好像在追我。快来！不熟。他是双鱼座吗？不是。你哪来的资讯说大 boss 好像在追我？这样的话呢？啊，这要不是你胡思乱想，也不是你白日做梦的话，那我就遗憾的告诉你，赶紧辞职！你们大 boss 是个大变态。哎，陆双怡，你这话说的不是那么好听啊。是不好听，我这叫话糙理不糙。
他一个丰腾集团大老板追你个财务小助理干嘛呀？怎么着还给你娶进门当疯太太？想也想明白了，大鱼大肉吃惯了的公子哥，想尝尝你这清粥小菜的滋味儿。我告诉你，老资辈的人那都是肉食主义者，老板级别的那是站在食物链的最顶端。到时候你被啃得连汁儿都不剩。你见过这么肥嫩的清粥小菜吗？所以才可口嘛，吃嘛嘛香嘛。哎，而且你们公司不刚颁发完那什么禁爱令吗？这不矛盾呐。我告诉你，办公室恋情不欢而散以后，牺牲的几乎都是女孩子。古人云：“士之耽兮，犹可脱矣；女之耽兮，不可脱矣。”明白吗？他也没文化。就是说啊，你一个小助理，如果你的恋爱对象是你们大 boss 的话，你的下场只有一个。所以说，不如现在有骨气的走。啊？你怎么不明白呢？那合着大老板追我就是为了炒我，是这个意思吧？这说法也太奇怪了吧！哎呀，珊珊，你不是说你要停止迷恋吗？六六，你真的是一语惊醒梦中人啊！不能大老板一回来就影响了我的人生步调。如果想施展美男计，就想让我继续当敲代工的话，这太小瞧我薛珊珊了吧？我不会这么轻易就范的。不愧是大资本家啊，打一棒子给一天脑的手段运用得如此熟练。时间不早了，早点休息。那我就当你答应了。老板也太不厚道了吧！大棒加金元宝外加美男计，糟糕的是，我居然中计了。不能给这些糖衣炮弹所打败，明天就把它还给大 boss。薛珊珊，你要淡定。就这样把礼物送还给大 boss， 会不会太失礼了呀？送出去的礼物泼出去的水，再倒回去，老板不会生我的气吧？大不了零加班费抵保养品，这样总不算白拿吧？这些字母一个个的我都认识，站在一起，这什么意思呢？是法文吗？就这样把保养品放到过期吗？不行，毕竟这是以后我 N 年的加班费换来的。给他抄下来，明天问琳达不就得了？